你看看这个华刚写的好文章，大骂我们国民政府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让我们国民政府的脸往哪儿搁？长官息怒，您不必和这帮穷酸文人计较。你说说，怎么个不计较法？一个新四军游击大队的政委，死在你3旅2团的军营里，这件事非同小可。这个主要怪我，治军无方，对手下管教不严，才出现了这样的事情。薛乔愿受责罚。你先不要着急认错和稀泥，其中原委还没有调查清楚呢，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。是。要是那个游击队政委真是有预谋的想盗取我国军武器，那我们肯定要向新四军方面讨个说法。是的。但此事要是子虚乌有，那你那2个爱徒就要出来给个合理的解释。国共合作时期，竟然发生了这么恶劣的事件，我痛心疾首啊！此次事件必须严查到底，防患此类事件再次的发生。诸位，民族大义当前，望诸位精诚团结，严格恪守军人的天职。其实这件事的结果已经很明了了。在此之前，游击队通过祖望妻妹婚宴，邀请祖望过去，并向他提出要借用我们的重装武器。祖望以不合适为由拒绝了。他们这个游击队政委就贼心不死，偷入我们军火库实施盗窃抢劫。梁威是出于无奈，才开枪将其击毙的。那照你这个说法，你那2个得意门生就一点责任没有吗？责任当然有。第一，不该赴宴；第二，不该冲动开枪。说来说去，还是我这个做老师的教导无方，我的责任最大。这样，我马上发报，让他们当面来给你认错。您看，我理解你爱护学生的心情，但是现在事态严重，舆论对我们军队，甚至国府都十分不利，所以，我决定成立调查小组，到你们3旅2团调查个清楚，拿出扎实的人证物证来，这事才能彻底结束。陈长官，这件事儿成立调查组，这是不是有点声势浩大了？一旦这件事情继续发酵，那就不是一个调查组能解决的了。哦，对，还是陈长官有远见。那这样，我马上通知2团，接待好调查组。调查就是调查，不是接待，是交代。明白，是交代。团长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出营转转，散散心。现在新四军肯定心怀恨意，你一个人出去不安全，我跟着你吧。不用，我就一个人安静的走走，谁也不要跟着我。知信哥，潘祖望去了袁大哥墓地。袁政委，你在天有灵，请相信我潘祖望，一定给你们游击队一个真相，也还你一个清白。调查结果怎么样了？目前为止，我只能说，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。我知道跟你没关系，你办不出这么龌龊的事儿。我问的是你真凶调查结果怎么样了？事情已经上报给军部了，军部已经派人正在调查。现在唯一的证据，只有照片。给你3天时间，你要是再查不出来的话，那就我查。你查？我查。你怎么查？接管你们3旅2团怎么查？李志信，你不要冲动。你真的要跟我们兵戎相见吗？兵戎相见咋了？记住，就给你3天时间。另外告诉你，
我袁大哥周围的地方很大，你也可以先为你们团选个陪葬的好地方。走。潘子旺回来了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毛都没掉一根。这李世信可真够能忍的，居然没杀了潘子旺给他大哥报仇。这件事儿，潘子旺一定会彻查的，不会善罢甘休。军营里人多眼杂，第一次交易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看见了。这次这件事儿，保不齐也会有人看见。查来查去，我是真怕查到咱们头上。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！你要是死了，潘长官麻烦可大了。清风兄啊，沉住气。咱们现在就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捋一捋，让这个事儿经得起查。从哪里开始捋？从头开始捋。可我还是怕有什么纰漏，搪塞不过去啊。搪塞不过去，那就斩草除根。张合就会把潘总杀了，让他永远的闭上嘴。只要他死了，这件事情就坐实了。到时候就说他是畏罪自杀，上边不会怎么样的。大家都是军人，这样互相残杀，会不会太过分了？凡成就大事者，必须心狠手辣。咱们现在只能进不能退，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，进则是尽兴前程。知道了。你当时请示了潘营长，是吗？是。我已经没有实权了，只是个营长。他怎么会来请示我呢？最开始，袁绍康找到你，跟你说想用粮食来换咱们的军火。你跟潘祖旺请示，潘祖旺并且同意了这次的交易。您在我心目中，永远是我的团长。我知道你跟游击队走得近，所以找您请示，肯定好说话。况且，这件事情有助于统一战线，是好事儿。反正武器都是用来打日本人的。再说了，我们这儿正缺粮。于是你和袁绍康进行了第一次的交易，后来你无意中又撞见他们来拉武器，你以为是第二次的交易，可是这一次，他并没有拉着粮食来。他说的都是假话，他从来没有找过我。况且我现在的权限，在这件事情上根本做不了决定。正因为现在你已经没有这个权限了，所以你才会让游击队偷偷摸摸的过来偷武器。门口的守卫是潘祖旺同意放行进来的。我的警卫可以作证，他亲口跟我说过，潘团长不让他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情。如果真像你说的是我干的，偌大的一个团，武器丢失了，部队上上下下早晚会知道，到时候一样可以告发我。你说过这是您的团，这个团上上下下你都可以摆平，不会出任何纰漏。这可是你亲自说的。那你再说说，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军火库里是什么情形啊？当时是这样的，我呢正在巡逻，当我巡逻到军火库的时候，我就碰到了袁绍康，他带着一个警卫，而且带来一辆车，车是空的。我当时就纳闷了，这第二次交易用粮食换武器，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呢？当时袁绍康就跟我说了，你们武器库这么多的好东西，这么多的好武器，不用可惜了，应该送给那些能用得上的部队。我当时一想，说的也有道理，反正都是打日本人嘛，我就答应了，让他们先拉走事先说好的3挺机枪。
可谁知道他们竟然搬迫击炮，而且袁绍刚亲自上手搬。迫击炮是什么呀？我们团的重武器啊，怎么可以用粮食来换？我不让他们搬。袁绍康跟我急了，非要搬走。我一看我拦不住啊，我就赶紧把警卫叫来了，顺道我也把梁团长叫来了。梁团长来了之后，带了一个照相机，他就把袁绍康和他警卫搬迫击炮给拍下来了。这袁绍康就不干了，一看罪证被拍下来了呀，这哪行啊？气急败坏，破口大骂，掏出枪就把我们的警卫兄弟给打死了。当他举枪瞄着梁团长，我一看不行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我掏出手枪就把袁绍康给打死了，顺带脚把他的警卫也打死了。差不多情况就是这样。还有2点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袁绍康如果想要更多的武器的话，他完全可以拿更多的粮食来换，为什么要硬抢呢？我们都知道，他们那边的部队不缺粮食，不想用粮食换了呗。人嘛，都想占便宜，占完了还想占。尤其是新四军的这帮人。第2点，袁绍康不会不知道，他现在身处国军2团的军营中。他如果冲着最高长官开枪的话，他能活着走出这个团吗？这你得去问袁绍康了。人嘛，都有冲动的时候，你也冲动过。袁绍康跟你们正面对峙，他要掏枪射击，你先开枪打死了他。那按照这种情况下，他应该是正面中枪。那为什么是后背中枪呢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子弹又不长眼睛，当时环境那么乱，我怎么可能知道谁跟我是正面，谁跟我是背面呢？我有照片为证，现场的照片是直接的证据，人证物证充足。袁绍康和他的警卫带着配枪来到我军军火库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抢劫军火。照片上，袁绍康和他警卫各搬1门迫击炮，这说明了什么？不是抢劫是什么？他们还打死了我军1名士兵，这名士兵也是战场上一线的战士。这件事情我还要找共军的游击队算账。梁团长说的对，照片是现场珍贵的第一手证据。相信我们调查组一定会把事件真相调查个水落石出。梁团长，您是事发现场仅存的2位目击证人之一，明天有没有时间？我们再聊一下。明天上午，我要按照上级的指令回重庆，向上峰述职。卖报！张自忠所部在与日军作战中全军覆没，张自忠将军英勇牺牲。最新指令，国共统一战线传来消息，国民党将领张自忠将军在与日军的激烈战斗中英勇阵亡。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抢回张将军的遗体。这项任务由我们大队和3旅2团共同承担，目的是吸引日军火力，掩护黄维刚部的敢死队把将军的遗体抢回来。指令上还提到了袁绍康身亡的事，只有8个字：团结一心，共同抗敌。潘祖望暂时恢复原职，代理团长。梁威调回重庆，配合调查。报告政委，我有个问题，讲。我想问问，国民党的张自忠是烈士，那咱们新四军的袁绍康是不是？报告，袁大哥就牺牲在他们2团，现在让我们配合他们，我呢？报告，我跟他们合作不了。这要是让我在战场上碰到潘祖望，我怕我忍不住，先把他给毙了。况且，他们压根儿也没想跟我们合作，表面上换武器，背地里捅刀子，现在还让我们跟他们2团合作，这事儿我们干不了，干不了。张
张自忠将军和袁政委同样都是抗日英雄，也同样都是中国人。我们英雄的遗体绝对不能落在鬼子手里给糟蹋了。道理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不是在跟你们商量，这是命令。知县，这件事儿你怎么看？报告政委，我没看法，我服从命令，而且我确实是发自肺腑的想完成这个任务。但是政委啊，我有一个前提，那个3旅2团必须把袁大哥怎么牺牲的调查报告先告诉我。同志们，张自忠将军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，能舍身忘死，与日军决一死战，耗尽了最后一滴血啊！这是响当当的国家民族英雄。这比起那些贪污腐败、尔虞我诈的国民党高官而言，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张自忠将军当年丢掉了北平，很多人骂他是汉奸，所以张将军心里就一直憋着这口气，誓与日军血战到底，来洗刷自己的名誉。我们的袁政委此时也同样蒙受着不白之冤，所以我们能为了抢回英雄的尸体而战，相信这也是老袁希望看到的。军火库枪击案的真相，我们一定会查出，老袁的仇也一定要报。张将军的遗体也必须要抢回，所以我们的思想一定要统一。这次任务不但要完成，而且要完成的漂亮，只有这样才能告慰老袁在天之灵。联合队伍，说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缓过来点了。来，吃口饼子。慢点，别噎着。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现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我，我可以保护你的。你相信我。那天，刘鼎峰刘营长找过我。到时候看我的手势，一有机会就把那个政委给我击毙了。这是梁团长下的命令啊！干完了有重赏。我当时就站在军火库外面，没过多一会儿吧，就看到共军拉武器的车过来了。这次共军来拉武器，只来了2个人。那后来呢？政委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可不是嘛，兄弟们早就馋了。袁政委，来笑一个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啊！堂堂游击大队的政委，竟然能干出这么龌龊的事儿，来我们国军的军火库偷军火呀！这位长官，可能你误会了，我们之前已经跟贵军达成了合作协议，这次是物资交换，不是盗窃，而且刘营长可以作证。刘营长，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呀？你们跑我们这儿来偷武器，还让我们解释？开什么玩笑啊！你们啥意思啊？
对面的共军政委他什么都没说，他说你一定能给他做主。梁长官，这次的交易还有副官薛小星可以作证。如果你们要调查，我们愿意积极配合；但如果你们污蔑我们是盗窃军火的匪贼，我们可不答应。既然袁政委坚持说这是个误会，那咱们就一起调查一下。收起来。咱们出去再说吧。好。那最后呢？最后是谁放的枪？那你是怎么中枪的？是梁威开枪打的。潘祖王穿透共军，放他们进来偷武器，被你无意中撞见。他们还敢反抗，打死了咱们一个士兵，你不得不开枪击毙了他和他的士兵，明白了吗？明白吗？明白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是谁开枪？袁政委，袁政委，是谁干的？是谁干的？怎么回事？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？军火库重地竟然出现了共军的抢劫犯，被我们抓了现行，还敢反抗，打死了一个士兵，所有的一切都有照片为证。梁威。日寇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了，黄启明到，通知各营压一压火力。是。快跟上！鬼子朝二头过去了，加强火力，给我好好的打！是。日寇又朝北边游击队方向去了。童启明到，通知各营加强火力，给我狠狠打！兄弟们，把张将军的遗体抢回来！上！
王维刚的敢死队已经顺利抢回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，感谢贵军不计前嫌，与我合力抗日。不用说这些客气话，只要是真心抗日的，我们都会拥护。但是，谁要敢在背后捅刀子，我们也绝不放过。这么说，我还是你姐夫？我跟向群结成婚了吗？走，知信。袁大哥的事儿，我们能不能单独谈一谈？春来，带人先回，我随后赶到。是，走。二连长，是。部队先撤退，我随后跟你们会合。是。所有人，跟我走。换粮食的事，刘廷凤从来没有请示过我。门口的警卫也是在做假证。如果要是能给你们军火，结婚那天我就会答应你。他的鬼话我从来都不信。我现在只有一个疑问：他人微言轻，为啥敢污蔑你呢？污蔑暗杀这种事，刘廷凤一个人肯定不敢做。我怀疑幕后黑手是梁威，这样既可以暗地里破坏国共合作关系，又可以破坏你我的互信关系，还可以拔掉我这颗眼中钉。有证据吗？现在只是我个人的推断。他们手脚非常干净，没留下任何证据。刘廷凤之所以这么做，肯定是梁威许给他什么好处。梁威非常聪明，把刘廷凤推在前面拿来当枪使，一旦出了什么事儿，他可以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，全身而退。停车！如果潘子旺此次立下大功，那么要为袁绍康一案顶包的就会是你我。我是有人保的，你得罪了潘子旺，定会遭到报复。你得为我指点迷津啊！杀了潘子旺，嫁祸给李知信，这是最干净的处理方式。只要潘子旺死了，上面就会委任我为3旅2团的团长，到时候我就提拔你为副团长，甚至以后你来做这个3旅2团的团长。我回家有点事儿，你们先走吧。是，走。队长，李大队长，可算找着您了。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。什么情报？我回避一下。不用，李大队长，是关于袁大哥的。袁政委出事后，我觉得事有蹊跷，我偷偷的去看了一眼袁政委，同时发现我们的一个士兵还活着。李大队长，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。太好了，团长，咱们不用被冤枉。前进！知信，知信，李知信，知信，你给我挺住了！你给我挺住了！少东家，你要是疼就叫出来，不丢脸。老子一点都不疼，别废话，快走！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，但是承平桥一战，咱们也算是达成了默契。我希望这个默契，咱们可以一直保存下去。怎么样了？不是，白大夫，怎么样了？你快说呀！伤势太重了，子弹伤到了神经。那你倒是给用药啊！已经用的是最好的药了，后边能不能醒过来，只能看命了。
什么叫看命啊？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你先让大哥醒过来再说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人醒了，但动不了了，变成个残疾人。袁大哥的死还没有查清楚，知信哥为了救潘祖旺，又伤成这样，这笔账必须得记在潘祖旺头上，都是因为他们。要是知信哥醒不过来，我就亲手杀了潘祖旺。如果大哥真变成残疾，我就把他们给端了。算我一个。都别说这些没有用的了，眼下当务之急是把大哥救过来。在这一点上，咱们都没有白大夫明白。那他倒是给治回来呀！我相信白大夫。看来你可千万要冷静，不能冲动。白大夫，我们听你的，你吩咐我们干什么，我们就干什么。你们三个光在这待着也没什么用，一点忙也帮不上。这样吧，我们轮流值班，你们三个先回去休息，啊？要回去你们回去，我不回，我也不走，我要等知信哥醒过来。你们什么忙也帮不上，做着干什么呀？听白大夫的，听白大夫的，听白大夫的，春来，来，来，听白大夫的，听白大夫的，啊，进来，走，听白大夫的，走，白大夫，拜托了。团长，我错了，我就不应该让袁政委去找刘廷峰，这事都赖我，要不是我，这事不会闹成这样。不能怪你，现在已经这样了，当务之急是把人证、物证和证言搞扎实，这样才能定梁伟的罪。一定要保护好那个警卫员，只有他才能证明袁大哥和我的清白。是。徐大哥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出去走走。我陪你。不用。跟着我干啥呀？你是要去国民党的军营报仇是吧？谁跟你说我是要报仇的？你脸上都写着呢。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，那你像现在这样单枪匹马的杀过去，那你不成为第二个袁大哥了吗？别说了，就当没看见我。行，不让我陪你，那我就告诉廖政委。廖政委，廖政委，别喊了。哎，许队长，哎呀，你真是我姑奶奶，我跟你回去还不行吗？详细的资料我已经上报给了长官部，但现在梁威人在重庆，他不会坐以待毙。咱们在外地，远离权力中心，非常被动。为了保险起见，必须做两手准备。小青，你亲自去一趟重庆，带着那个幸存的警卫员还有材料副本，记住了，
一定要亲手交给长官部。是。记住，路上一定要保证那个警卫员的安全。是。把这封信交给你嫂子。是，团长。向群啊，哎，主管。这些呢是新发的材料，你看看。哦，这些材料我都看过了，通篇都是在宣传国民党军队的功绩，只是顺带提了几笔共产党的辅助工作，这和抗战前线的事实是不符的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必那么认真，宣传嘛，不像到前线打仗啊，真刀真枪。我们宣传工作啊，就是在后方敲敲边鼓啦，吹吹喇叭啦。你只要不写骂政府、骂委员长的话就行。哎，主管，我前2天写的那2篇关于游击队的故事。哦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写得不错。我已经交给主任了。哦，那我那2篇能不能用啊？你那2篇有好几天了吧？如果好的话呢，2、3天就有回音，估计够呛。新四军游击大队政委被枪杀的事件，调查的怎么样？潘祖望报上的材料没有问题，梁威确实是刻意陷害了潘祖望，而且制造了2团军火库的枪击案，给国共的合作造成了不必要的猜疑。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理？那要是按军纪国法，必须严惩，枪毙了他都不多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把梁威送交军事法庭法办？那陈长官的意思呢？您想怎么处理梁威？梁威是在雪橇兄手下出的事，所以这件事还请雪橇兄定夺。这事儿呢，属实。雪橇官邸之危，无可辩驳。但梁威是长官您推荐给我的身边人，您不能不管呐。何长官是把我也想拖上？长官，您误解了。梁威这件事是属下治兵无方，罪责难逃。但是，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当，舆论要放大的话，那正像长官您说的，会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公信力啊。说说你的想法。我是觉得，为了一个小小的游击队政委，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公信力和国军的颜面，这实在太不值当。他新四军虽然是共产党的军队，但也拿着国军的编制和军饷啊。所以，为了稳固统一战线，这件事能否低调处理啊？怎么个低调处理？现在抗日战事正酣，国军前线缺兵少将，不如让梁威到前线去打日本鬼子，带队立功。即使是拼命，那也是一命换一命啊！而且，我一直认为梁威对抗日的决心，应该是毋庸置疑的。长官，示下。这样吧，军事法庭对梁威的审判，先暂时搁置。好。这种事儿放到台面上说，实在是丢人现眼。国军先给新四军方面发一份告慰函，洗清2团和潘祖望的嫌疑，消除误会。这事儿我来办。至于这个梁威怎么处理，等这件事的风声过后再说。如此。
让你去帮助潘祖王，你为什么要干出这么龌龊的事情啊？今天要不是我给你求情，你现在在牢里都挨枪子了。你以为你偷偷的跑回重庆躲起来就没事了吗？现在是碍于舆论不好严肃处理你，但这笔账迟早要算的。你不仅把你自己搭进去了，你把我跟陈长官的名誉都给毁了，知道吗？真没想到你这么自私自利、愚蠢。学生认为，从长远来看，新四军的立场和我们完全不同。等赶走了日本人，国共迟早还是敌人，不如趁现在折他们一员大将，百益而无一害。你闭嘴吧！火焰燃烧在心上，哽咽的信念一如钢。那一声霹雳的回响，是信仰在撞击前方。何惧透露几道墙，朴素的情感也担当。这一声真挚的呐喊，是正义在人间绽放。谁曾遗忘母亲的脸庞？好儿女怎样善恶被撞？谁曾遗忘苦难的悲凉？抱着岁月中迸发着力量。谁曾遗忘停止的脊梁？热血的汉字功勋沙场。谁曾遗忘追逐的梦想？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。谁曾遗忘停止的脊梁？热血的汉字功勋沙场。谁曾遗忘追逐的梦想？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。